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的小木，今天教大家制作直觉系列花招发夹郁金香款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这款发夹分为小花枝、大花枝、叶子和配件组装这几部分。先学习小花枝，共2个。每个小花枝都分为小花苞、花萼和组装这几部分。先学习小花苞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返回钩织。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引拔针和长针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取出对应线材，小样用线随机。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知识图解。首先，我们来起针，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圈，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，接着用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，右手拿起钩针，放在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一圈。左手的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把钩针放在线的左侧，绕线，将线勾出。起针的这个结不算一针，稍微拉紧。下面开始钩锁针，绕线，将线勾出。一个锁针就完成了。这样的一个辫子表示一针，继续钩锁针，绕线，将线勾出。这是第2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钩锁针，一直钩完需要的针数，具体针数请参考图纸。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下面钩第1行，先钩2针锁针，接着在倒数第4针锁针上，1、2、3、4，也就是这一针，挑锁针上方半针，也就是这样一根线，钩一针长针，钩针绕线一圈，穿入对应位置，将线勾出。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先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还剩2个线圈，再绕线一次穿过，长针完成。右上方的辫子就是起针目，继续在左侧锁针上挑半针钩一针长针，绕线，穿入，将线勾出，依次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2次。1、2，长针完成，继续钩2针锁针，在左侧锁针上钩一针引拔针，穿入，将线勾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针完成。椭圆形的引拔针不需要拉紧。我们将已钩织的针法当做一个花样，继续再钩一个花样。先钩2针锁针，在左侧2针锁针上对应钩2针长针，
2针锁针。下一个锁针上钩一针引拔针，穿入，将线钩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针完成。第二个花样也钩好了，后面按照这样的方法再钩2个花样。最后一个花样的引拔针刚好钩在最后这针锁针上，完成后断线，钩一针锁针固定，拉大线圈，预留20厘米线头剪断，拉紧。我们将纹理清晰的这一面作为织片的正面，如果分不清，可以用记号扣标记。后面就不重复题型了。这样小花苞就钩好了。下面学习花萼，采用环形起针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是锁针1针的钩压拉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环形起针，右手拿起线头，在左手食指上绕2圈。现在食指上一共有3根线，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线圈重合的位置，取出，然后将线在左手上挂好，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中指与拇指之间，右手拿起钩针，穿入线圈，针放在线的左侧，将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一个线圈，继续钩一针锁针固定，拉紧，环形起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1圈，先钩2针锁针，在起针的线圈里钩一针长针，一个锁针1针的钩压拉针，先钩一针锁针，然后穿入下方长针针目的前半针，也就是针目靠近自己的这根线和下方这一根线，钩一针引拔针，稍微拉紧，锁针1针的钩压拉针就钩好了，后面简称钩压拉针，继续钩2针锁针，线圈里钩一针引拔针，不拉紧。我们将以钩这针法当做一组，继续再钩一组，2针锁针，1针长针，1针钩压拉针，先钩一针锁针，然后穿入下方长针针目的前半针和下方一根线，钩一针引拔针，稍微拉紧，钩压拉针完成，再钩2针锁针，1针引拔针，第2组完成，继续再钩一组。
完成后收一下起针的线圈，先轻轻拉动起针的线头，有一个线圈活动，拉紧活动的线圈，还剩一个线圈，直接拉紧线头，这里不需要拉太紧，线圈就收好了。结尾预留40厘米线头断线。我们继续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，短线头在反面收好。大家可以多收几针，剪断多余线头。这样花萼就勾好了。最后组装小花枝，先取出小花苞，这里我用小样颜式，颜色随机，反面朝外，长线头先穿入缝针，从起针处开始卷起来。用预留的线头缝几针，固定造型。完成后，将线打结藏好。接着取出铁丝，剪大约18厘米，从小花苞下方挑几根线穿过，这里如果不好穿，可以借用缝针辅助。对折，拧紧，然后取出花萼，反面朝上，从起针中心穿到正面。这里如果不好穿，可以用钩针扩展一下位置，将花萼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。将花萼与小花苞缝合一下。
尽量不要留下太明显的缝合痕迹。完成后，将线头穿到起针处，在帖子上绕线，这里可以稍微涂抹一点胶水固定。注意不要涂抹太多。绕线注意均匀美观。完成后，剪断多余部分。用胶水固定。这样一个小花枝就组装好了，另一个小花枝按照同样的方法制作即可。下面学习大花枝，一共4根，都分为花瓣和组装这2部分。先学习花瓣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是短针和中长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锁针起对应的针数，完成后钩第1圈，先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在倒数第2针锁针上挑上方半针钩一针短针，穿入将线钩出，再绕线依次穿过，短针完成。右上方的辫子就是系针目，后记要扣标记。继续钩为针中长针，绕线1圈，穿入将线钩出，再绕线依次穿过，中长针完成。继续对应钩4针长针，下一个锁针上再钩一针中长针，绕线1圈，穿入将线钩出，再绕线依次穿过，中长针完成。最后一个锁针上钩3针短针，完成后到了起针另一侧，穿入之前中长针的入针位置，钩一针中长针，注意不要穿入短针的入针位置。线头一起收一下，继续穿入这样的入针位置，钩织与右侧对称的针法。
最后一个短针的入针位置钩一针短针，然后在系腰扣位置引拔结束。预留30厘米线头断线。没有收完的线头剪断。我们同样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，这样一片花瓣就钩好了。其余花瓣按照同样的方法钩织即可。注意，花瓣有8个需要预留长线头，其余花瓣预留5厘米线头，在反面收好即可。花瓣全部钩好后，下面来组装花枝。先取出5个花瓣，其中2个留有线头，将其中一根线头穿入缝针，将其与没有线头的花瓣反面相对，引拔针的位置对应，也就是没有引拔痕迹的尖端是朝上的。将底部相邻的3针卷针缝合，穿入这样对应的针目缝合。完成后，再缝回底部。再缝合另一侧。缝回底部。线头暂不处理，花瓣中间会留有一些缝隙。继续将剩下的3个花瓣用预留的线头缝合，方法与之前相同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3个花瓣缝合完成后的样子。线头放在外侧均暂不处理。接着取出一颗小珍珠和18厘米长的铁丝，穿过小珍珠，小样珍珠大小随机，对折，拧紧，穿出2个花瓣正面，拉到底部，再穿出3个花瓣中间，这里预留的线头一起勾过来。整理好，尽量贴合在一起。2层花瓣稍微错开一些，
然后取出钩织花萼的线，在铁丝上绕线。预留的线头一起缠绕进去。花朵底部缠紧一些。最后处理线头。这样一个大花枝就完成了，其余大花枝按照同样的方法组装即可，大花枝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学习叶子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请看文言式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锁针起对应的针数。完成后钩第一圈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然后从倒数第二针锁针开始，对应钩2针短针。9针中长针。3针短针。最后一个锁针上钩一针引拔针，2针锁针和1针引拔针。到了起针另一侧，穿入之前针法的入针位置，钩织对应的针法。完成后引拔结束。预留5厘米线头断线。线头在纹理模糊的反面收好，这样一片叶子就钩好了，其余叶子按照同样的方法钩织即可。最后进行配件组装，分为大珍珠、发夹及吊坠、蝴蝶这几部分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制作方法。先组装大珍珠，剪18厘米左右的铁丝，穿入一颗大珍珠，对折，拧紧，一个大珍珠就完成了，其余3个按照同样的方法组装即可。下面将已完成的部分与发夹组装起来。先取出一个大花枝、一个小花枝和一个大珍珠，合在一起。大花枝在上，稍下放小花枝和大珍珠，
注意左右错开。具体造型大家可以参考成品，也可以对比发夹，按照喜好调整。在大花枝花径1/3的位置绕线，用线与叶子相同。缠绕尽量整齐美观。缠到还剩1/3时，加入另一个大花枝。和大珍珠，同样错开。具体绕线的长度可以与发夹比对一下。大花枝上方发夹露出1厘米多一点，下方稍微多一点点。具体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梳理线头，多余的铁丝剪断。接着取出4片叶子，一片正面朝上放在上方大珍珠的后方。这里注意，较尖的一端是叶尖，叶尖位置均朝上。确认位置合适后，用胶水固定。叶子上半部分均是悬空的，自然卷曲。确认牢固后，在下方小珍珠的后方粘贴一片叶子。下方再交错分布2片叶子。
注意最上方这个叶子距离末端0.5厘米左右，下方暂时不粘贴。叶子错落分布，遮住后方的绕线痕迹。具体位置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，整体造型美观就可以。接着取线穿入缝针，将组装好的花枝放在发夹的右侧，在两端合适位置缝合固定。这里闭合状态下不好缝合，可以将其夹在东西上面。先在第二个空档位置固定大花枝，开始预留一点线头，然后绕线。绕线尽量平整美观。拉紧，完成后打结，藏到里面。另一根线头同样藏到里面。这样上端就固定好了。接着将末端固定一下。方法与之前相同。线头尽量在里侧打结。同样收好线头即可。最后将叶子下方及右侧固定好。整理好。完成后，发夹一侧就组装好了。
这里大珍珠的铁丝纹理如果不够细密，可以再多拧一下。最后组装吊坠蝴蝶，吊坠共4个，2个珍珠吊坠扣在上方叶子边缘，花瓣吊坠扣在下方叶子边缘。发夹竖起来，吊坠能自然晃动即可。具体位置大家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安装方法。先剪取1节链条，成品是3个环扣。具体链条长度大家可以根据需要调整。一端掰开，扣在水滴吊坠上。恢复原状。另一端穿入一个圆环，圆环扣在织物边缘。这里一般扣在织物的反面，边缘挑2根线，可以先挑松一点。想让这里织物随机，闭合圆环，这样一个吊坠就安装好了。下面我演示一下花瓣吊坠的安装方法。先取出链条，一端安上圆环，再安上花瓣，闭合圆环，另一端安上圆环，扣在织片对应位置。闭合圆环，这样花瓣吊坠就安装好了。
发夹一侧的组装就讲解完了，另一侧按照同样的方法对称组装，大家参考之前的演示将其完成。最后在一侧大花之上粘贴蝴蝶，在蝴蝶没有钻石的反面中间涂抹胶水，粘贴固定牢固后，将翅膀折叠一下，使其更加立体。具体安装位置大家按照喜好确定即可。到这里整个发夹就全部讲解完毕。如果大家在钩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速速解家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